在台北慈院，上人其实给我们只有一个，就是救人、感恩、尊重、爱。其实这些要怎么样学习，就是在志工菩萨身上学习。我记得我起业前2个月来的时候，正经是毛坯屋的，无水也无电，敢控水泥尔。那时候说，我们要设计，所以这个从来没有做过工作。第一个开始开始想，这真的很奇怪，我是要来这做医生，不是做设计师的嘛但是真的，一开始做下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感恩。那现在想起来很感恩是，那是一种学习啦因为咱人生你也讲我就是不想做的时候，可能就丧失很多机缘结果因为一进去之后就开始原来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就跟他讲，咱为毛坯屋要变做一个心导管室要经过哪些步骤这时候才会觉得说原来就像说我们骨科在开刀房，我们要抢救一个病人的时候，事实上这是有多少人，就是说上人常常跟我讲说，感父母恩、亲人、众生恩这个真的众生大家一起来，才会有这个好姻缘。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来越认识慈济，越觉得自己懂得越少那越认识越知道越多，觉得这个是一个宝山，永远有认识不了就是没办法得到的一些知识，过去都不知道，那越知道就知道越多需要更了解。这20几年来我觉得让上人对这个台北慈济医院真的打造一个最美最好的环境给我们所以那时候我就有感觉虽然说我们平常住的房子小小的，可是我每天都是在万平的一个空间里面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宽广我在慈济30年，从1995年从花莲慈济，到2005年也参与台北慈济在5月8号的起业，今年也是慈济很重要的年，60，那也是慈济医疗之夜的40。因为我不会走嘛，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说，我大半辈子都在慈济度过。很感恩听到各位医王菩萨跟慈济真有缘当在台北慈院要建立我总是有一个心态，只要对人间有帮助，我相信呢，人间好人不会缺少。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有意义的事，我们放心去做就对了。没有问题的社会都不需要慈济去做，慈济总是为了人间的问题而付出，所以世间好人好事越多，世间的问题就会减少。假如没有慈济这个社会同样有那么多的问题，只是少了慈济的帮助，所以要求帮助的失去帮助的机会，只是这样所以说来，我很感恩，有了慈济的确帮助了不少人慈善的跟现在在座的每一位慈诚医委员，哪一件事不是大家所关心在付出，才有今天呢？所以说来，慈济所做的我很感恩，真的我是很感恩慈济，感恩慈济就是感恩每一位菩萨，没有每一位菩萨就没有慈济，有了慈济才有慈济医院，我们才有
这样的福分我来到台北，那就是大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所在。这种的工程同样呢是慈济人来完成，现在也是慈济人来守护。听听我们的以往菩萨，他们不都是呢代替我们大家来守护这个医院吗？医院呢看的是病人啊，没有医师呢就无法看病人。这不就是呢循环爱的循环呐、绵绵密密的一直接落去，所以咱即马拢真安心。安心呢，病院交互院长、副院长各科室的主任，到我们的护理菩萨，总是呢，咱交互因。因都做甲真好，替咱守护真侪呢社会啦，有心病，有生病都有吼。你咧讲的在社会有诶物件，咱只是有法度一部分，只要有缘来了接触啦，他就得救啦。那当然啦，伫病院讲接来人人拢会当平安健康，迄是真难啦。整个世间啦，总是呢人生自然法则啦，就是安尼，生老病死啦，每一个人都是同样有所以有因缘的，有病啦，嘛是应该爱说，他也是因缘就是这样，未到了那个终点的时候，他有病痛，就有了一个医疗接他，治好他是医生熬是病人命长总是呢，咱的医生接到他的会健康啦，得救啦，也有呢很用心在照顾他。但是呢，它也是自然法则安尼过去，嘛袂当讲这都是医生无用心照顾，嘛唔是安尼啦。所以一切呢都是好因缘啦，无缘的是救袂转来啦，有缘的呢有这好因缘，会当得到医护呢那样的温柔的抚慰他也真正的就是好因缘康复起来，所以师父定定爱甲大家人讲，咱爱多做福缘那医生呢要救病人伊嘛都爱有医生的福，那病人呢要得救呢，爱有病人的福所以讲这一切都是好因缘互相帮助，若无呢，真心的真心，但是呢，一半的那一边都是无迄个因缘，它的自然法则都是到此，所以讲也要勉强，也勉强不得，这都是呢，人生就是安尼啦，咱尽量呢都爱做好事啊，咱的心嘛当真平安啦社会呢也会当真祥和。总讲一句，师父是负责的呢，是宗教宗教嘛爱甲我有缘的才听师父的话听会入去而且呢。大家人甲师父有因缘，才有法度讲，我要做慈济，才有法度伫遮坐呢。若听我的话听袂入去，今仔日嘛袂当伫遮坐。有伫遮坐呢，人人拢是慈济人，拢是社会好人，所以讲讲来讲去啦，都是共款。
缘呐，有好缘呐，得福报啦，吼，得到有福，得到好医生。啊，先生缘也是主人福，吼，那先生也是爱有好缘，才会当碰到这个平凡吼，还佫有好缘，所以他得救。这都是吼，真正是缘真重要吼。啊，总讲一句人生啦，天天做好事啦，要无咱嘛毋知咱会碰到啥物有缘的、无缘的，总是呢尽心的用爱关怀他吼，先生缘主人福啦，这是真重要吼。所以讲，尊重生命，尊重爱吼的因缘，这是咱彼此爱结好缘。